江澄将魏无羡打发走后，终于能够睡个好觉了。他方才躺上床，便听见从魏无羡卧房那边传来的与昨日一般的嚎叫。江澄晕晕乎乎做了判断，声音中气十足，但照昨日比还是少了些威力。看来蓝忘机砸的那一下还是有些效果的。被蓝忘机砸，恍惚中似乎抓住了什么重点，江宗主迅速起身，召集了门生，踢开魏无羡的房门，又瞧见了熟悉的一幕。魏无羡被砸的眼泪花子都冒出来了，两腿骑着床柱，一手紧紧抱着，另一手拿着陈情朝蓝忘机那边挥舞，大声吼道：“故意的！蓝湛，你绝对是故意的！”蓝忘机披头散发，无辜地坐在床上，依旧忘了站起，正手足无措地欲上前向魏无羡解释魏婴。魏无羡自方才那一声后嗓子便有些哑，大半夜的突然被一重物猛砸，即便昨夜经历过一次，也是止不住的惊吓。你不要过来！蓝忘机闻言，头微微低垂，连带着眸光都暗淡了不少，平时抿成一条直线的唇有了些向下弯曲的弧度，停下动作，顿了一瞬，又往后退了一些。魏无羡最见不得他这样，平日皎皎如明月的蓝忘机，如今宛如一个小可怜，实在令人无法接受。他有些无力道：“蓝湛，你不至于吧？”蓝忘机不语，依旧是那副模样。魏无羡无奈，忙松开柱子上前安慰韩光君：“呐，我方才不是那个意思。”目睹全程的江澄与众位门生，第一次是巧合，蓝忘机许是接触了什么妖兽，亦或是触碰了某种阵法，才导致他半夜从天而降来砸魏无羡这件事，而第二次却值得深思了。江澄想起战时蓝忘机整日执着着要将魏无羡带回云深不知处的行为，顿时警惕起来。蓝二公子，如今你该如何解啊？魏无羡，你找死吗？魏无羡正忙着安抚蓝忘机，见江澄已经开口质问，口气还不是那么客气，悄悄伸出一只手，在他手背上不轻不重地拍了一下，转头回道：“你看看韩光君像是那种人吗？”江澄，他立在原地呆愣许久，众门生用他一般，半晌都未回过神来。不是，魏无羡与蓝忘机不是素来不和吗？到底谁才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亲兄弟？在这一瞬间，莲花坞除魏无羡的列位竟同时想到了一个词：女生外向。他们甩甩脑袋，隐约有种大功臣魏无羡即将被人拐走的危机感。魏无羡道：“韩光君，韩光君。”蓝湛。蓝忘机微微抬头，眼神也终于聚焦在他身上。魏无羡松了一口气，肯理人就好办。他道：“韩光君呐。”蓝忘机眼神稍移，越过他看向远方，面上虽还是一本正经的模样，但难得魏无羡有心，细细观察着蓝忘机的神态，判断出他此时拒绝交流的心理。魏无羡，蓝忘机的心思真是越来越难猜了。魏无羡手舞足蹈的在蓝忘机面前摆弄许久，才感觉蓝忘机面色稍霁。他敲敲脑壳，想起来方才江澄似乎在旁，转身去找魏无羡。江澄面色漆黑，领着一众呆滞的门生正瞪着他们。魏无羡静默片刻，将蓝忘机拉起来，特耸地躲在他身后。江澄气得额上青筋突突直跳：“魏无羡，你能不能认真一点？被砸的可是你呀！”魏无羡挠头嘟囔道：“我挺认真的呀，认真个屁！”江澄见与这人沟通不便，转头看向蓝忘机：“韩光君，你是否该给个解释？”蓝忘机如江澄所料一般的摇头不知，近日并未发现任何异常。江澄愈发暴躁，冷声道：“没有异常，也不知我们莲花坞究竟有什么宝物，能引得蓝二公子三番两次于深夜空降莲花坞。”魏无羡此时倒是肯站出来主动说话了。蓝湛是不会撒谎的，他说不知便是不知，你再逼问也是没有用的。随即他又想起自己方才被蓝忘机砸下后的一嚎，那一声震天般的巨响威力不小，似乎能叫醒小半个莲花坞的人，以至于住的离他不算近的江澄能迅速赶来。咳。魏无羡咳嗽两声：“江澄，你也困了吧？要不你先回去睡觉。”江澄冷哼一声，出门走了。门生们面面相觑，白日给魏无羡送药膏的那个主动上前行礼：“魏公子，韩光君。”魏无羡摆手：“蓝湛还住我这里便好，你们也忙了一天了，都回去休息吧。”那门生：“可是您的腰还受得住吗？万一再掉下来，
魏无羡道：无事，我们已经睡习惯了。门生，您知道您在说什么吗？蓝忘机，魏无羡趴在床上，再一次庆幸自己今晚又出去溜了时，才又一次避免了当着如仙儿似的韩光君面前吐出来的惨剧。蓝忘机乖乖坐在他旁边，犹豫许久，才耳朵发红的伸手想替他按达摩一下这2日多灾多难的腰部。魏无羡也正欲垂腰，却有一只手先一步按在了他的腰上。魏无羡那只手还动了动，又轻轻按着那里揉动起来。魏无羡僵硬的转头，视线定格在自己腰间的那只手上，又顺着那只手看见了蓝忘机一张白皙俊雅的脸。魏无羡